大家有冇發現有一啲人係好鍾意揾人哋嘅弱點，或者去踩低其他人嚟增強佢自己嘅存在感呢？我哋首先嚟到傾下點解會有啲人咁鍾意去挖苦人啦，或者去貶低人啦。呢啲行為咧，通常都係佢內心有不安全感啦，缺乏自信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太過妒忌人哋啦，成就咧同埋才能咧，佢都會妒忌嘅，所以佢就會想盡辦法咧去貶低對方。嗰啲中意揾人哋弱點啊，去踩人嘅人咧，就想通過呢一個方式咧嚟增強自己嘅存在感。呢一個咧，其實都係非常常見嘅心理機制嚟嘅。我哋嘗試睇下佢哋嘅心理動機啊，喺佢哋嘅內心深處咧，就有一種無法被滿足嘅需求，好渴望其他人嘅認同同埋重視。但係由於種種原因啦，譬如佢哋自身嘅能力不足啦，知識不足啦，或者缺乏成就啦，無論喺工作啊或者喺其他方面都冇乜成就啦，佢哋就冇辦法喺正當正常嘅方式去得到佢嘅存在感或者自我價值嘅肯定。於是咧，佢哋就會用咗一啲消極嘅方法啦，就試圖去揾其他人嘅缺點啦、弱點啦，喺上面咧就揾到佢嘅優越感，藉此咧嚟到補償自己嘅虛空，想透過揾人哋嘅弱點啦，佢會話你無能啦，咁然後幫你啦，嚟換取自我存在嘅價值。佢唔係真心想幫你噶，佢係想藉住咁樣咧去填補自己內心嘅空缺嘅咋。嗱，好似咁講，有個人好友善咁樣同你講，你一個人食飯好似好孤單喎，好慘喎，不如同我哋一齊啦，我哋呢邊好多人啊，氣氛又好好啊，咁你就唔會咁慘啦，唔會覺得孤獨咯。表面上睇咧，呢個人好似喺度保護你啦，邀請你加入佢哋，但係實際上背後咧就可能隱藏住一啲動機嘅。同埋佢已經咧講咗一啲貶低你嘅説話啦。佢話你孤單，佢話你好慘。呢一樣嘢唔係你自己同佢講嘅喎，係佢認為你好孤單，佢認為你好慘。佢好想顯示佢係一個好友善嘅人啦，善良嘅人啦，藉此咧喺其他人嘅眼中塑造一個好正面嘅形象。佢需要利用你呢個弱勢嘅地位咧，去令到佢自己嘅圈子裏面咧，增強佢喺自己嘅圈子裏面嘅地位啦，同埋影響力。所以表面上呢個人係邀請你，睇落去好似好友善咁，但實際嘅動機咧，可能就係想貶低你啦，從而滿足佢嘅心理需求。呢一種咧係好典型嘅以施予者自居嘅行為模式。一個人喺社交互動之中咧，佢就經常會做一個提供者啦、施予者啦，無論提供嘅係資訊啊、意見啊，或者係一啲活動啊，要你參與啊，咁樣咧，佢會強調自己係一個有貢獻同可以幫助人嘅人，就會忽略人啦，同埋貶低人哋嘅努力同埋價值。我哋試下再用另外兩個例子啦。例如你最近想做一件事，咁你同朋友 A 分享啦。咁佢阿 A 就會同你講啦，唔得，呢件事太難啦，我呢之前都做過，我之前做過做唔到，你肯定都做唔到噶啦。咁你會諗，喂，你做唔到啫，個個能力都唔一樣噶。咁佢又會再話啦，唉，你同我咪差唔多，都係冇天賦做呢啲嘢噶啦，你都係唔好浪費時間啦。如果你真係覺得一定要做嘅，咁你自己小心啲啦吓。當你同朋友 B 講嘅時候，朋友 B 咧就同你講啦，
哦，呢件事係有啲難嘅，我之前都有做過，但係發現自己咧能力唔夠，做得唔好。不過你可能有唔同嘅天賦，可能你會做得好嘅。我之前嘗試過一啲方法咧唔 work 嘅，咁如果你想知道、想參考下咧，我都可以分享嘅。可能你會突破呢個瓶頸啦，你去嘗試下啦，加油啦！你會睇到呢兩個朋友嘅回答係好唔同嘅。B 朋友會分享佢失敗嘅經歷、失敗嘅經驗，等你可以容易啲成功。而朋友 A 呢，就只係單單話你唔得㗎，你唔掂㗎，你能力唔得㗎。以上 A 朋友同埋 B 朋友呢，係截然唔同嘅反應，亦都係截然唔同嘅心理狀態，兩種人嚟嘅。首先，我哋要明白呢種行為咧，背後佢嘅心理動機咧係好扭曲嘅。呢啲人咧並唔係真心想去幫助弱勢社群，而係透過比較同佢哋比較嚟得出自己嘅優越感。但係事實上咧，呢啲做法咧係行唔通嘅，因為真正嘅自我價值咧係唔應該建立喺踐踏人哋嘅上面噶嘛。而係要對於自己嘅能力啦，對於自己嘅成就啊、品德啊，有自我嘅肯定，或者其他人俾到你嘅肯定。喺呢啲例子咧，都反映咗一個共同嘅心理機制。佢哋將自己定位為強者，將身邊嘅其他人定位為弱者，然後就以幫助嘅名義去對待呢一啲弱者。喺日常生活中咧，我哋都經常可能會見到一啲朋友之間咧，互相有呢啲咁嘅貶低嘅情況嘅，或者帶有一啲攻擊性嘅關心。點樣為之攻擊性嘅關心呢？例如你最近健身keep fit 有成功喎，咁好多朋友都話你有成功喎。咁但係呢個朋友 A 咧就會同你講啦，喂，你睇落去都冇瘦嘅。好似仲肥咗添啊！你睇下我有個人版，你睇我 keep 得幾 fit，你肯定運動做得唔夠啦。表面上咧，阿 A 咧好似關心你係咪有啲問題啊？係咪做運動唔夠啊？所以未成功啊？但係背後隱含住咧，就係一個輕視同埋貶低。A 咧想要用呢種關心嘅方式去突出自己喺健身呢方面咧有成功，呢個都係一個好隱晦嘅貶低嘅情況啦，就比較難察覺嘅。咁但係佢背後咧都係隱藏住咧妒忌，對你嘅妒忌同不滿。就算你係真係成功咗減肥咧，佢都唔會去欣賞你或者認可你嘅。再講多個例子啊！攞我嚟做例子啊！我做咗YouTube 都幾個月啦，咁有啲朋友咧都會訂閱咗我嘅 YouTube 頻道嘅，咁會收到一啲鼓勵啊，同埋意見啊，去令到我做得更好。譬如有啲朋友會話你呢個主題講得幾好啊，同我嘅諗法好似幾好啊咁。咁有啲朋友咧就會提醒我，你拍嗰啲教學歐職嘅片咧，要個解像度高啲，因為睇得唔清楚咧，人哋就會唔睇噶啦。我好多謝呢啲朋友好善意嘅鼓勵同埋意見。你睇到呢啲咧係好正常同埋好健康嘅朋友關係。好啦，咁假設有一個人訂閱咗你嘅頻道幾個月，佢都唔出聲，佢都唔同你講，佢亦都唔同你講佢睇咗佢啲片咁樣。咁你會諗點解咁咧？大家朋友係咪啊？使乜咁鬼鬼祟祟咧？咁首先你要睇下對方係咩人先。如果佢平時都係好低調嘅，好少講嘢嘅，咁可能佢真係只想默默地喺後面支持你睇下你啲片撳下 like 支持你。但係反過嚟，如果佢係一個平時行事作風高調咧，去買件衫去咗邊度食嘢都會分享嘅，又好中意批評人俾意見人每一樣嘢佢都好中意評價嘅，而佢唔出聲咧，咁就要諗下原因啦。喺呢度後面咧，可能係反映咗佢嘅內心對你做咗呢一樣嘢有關注度不滿，或者係羨慕。佢可能擔心你嘅頻道會越做越好
感受到自己喺朋友圈咧嘅地位可能受到威脅，所以佢就選擇隱藏自己，因為佢亦都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如果佢講出嚟，咁其他未知道嘅朋友咪知道咯。咁呢個係佢自卑心自卑心理去嘅表現啦。尤其好似頭先講過一個例子啦，如果佢曾經同你都做過同一件事，而佢係唔成功嘅，佢就好怕你成功啦。有啲朋友可能諗翻，曾經試過做一件事，後嚟原來知道朋友做過喎，原來呢個方法係唔 work 嘅喎，但係當初朋友冇提醒你嘅，咁其實咧，你都唔使問點解噶啦。頭先我哋提過啦，呢種人咧，佢就算讚你咧，佢都係想凸顯佢嘅成就嘅。如果喺同一件事上面你做到，而佢做唔到咧，咁喺呢方面佢就冇辦法去顯到佢嘅成功。更甚咧，就係話俾你聽佢失敗咗添。咁呢種人咧就唔會承認失敗嘅，所以佢點會同你分享佢嘅意見或者佢失敗嘅原因呢？甚至佢根本就唔想你成功添。呢一類型嘅人咧，雖然表面上咧睇起嚟咧好似好善意嘅，但係實際上背後隱藏嘅自我防衛啦，同埋對佢哋存在感嘅需求咧係好大嘅。呢種行為我哋可以用心理學嘅概念去描述嘅。有分自戀型人格障礙啦，表現極度自戀同埋好中意炫耀嘅慾望啦，需要不斷獲得其他人嘅關注同埋崇拜啦，經常都將話題咧擺喺自己身上。你覺得呢啲人好叻㗎，因為你無論係講任何話題，佢都可以扯咗喺自己身上我乜乜我乜乜咁樣㗎，佢哋好厲害嘅。缺乏真正嘅同理心啦，將其他人咧視為一個自身需求嘅工具嘅啫，表現出強烈嘅自我中心同埋自我嘅重要性。另外啦，攻擊性型嘅自我提升，佢哋就係呢個會攻擊人嘅意思咧，就係佢哋通過貶低人嘅方式去彌補自身嘅脆弱自身冇存在感嘅呢個需要。利用呢種手段去防衛佢自己呢個脆弱嘅自尊嚟到獲取優勢嘅地位。比較中意比較啦，同埋有權力嘅需求，所以呢種人咧好中意做阿哥阿姐咯。自卑感，呢啲人咧內心可能係存在好嚴重嘅自卑感，佢哋會通過貶低其他人嘅方式咧嚟掩飾自己嘅不足同埋不安全感。妒忌啦，佢哋可能係對其他人嘅成就地位優勢感其實係感到妒忌同埋不滿嘅。佢哋唔會認可你嘅成功，為咗舒緩佢呢啲負面情緒佢哋就會試圖去突出其他人嘅弱點或者缺陷即係例如你做嘢好叻咩，但係你唔識煮飯咁，即係呢個咁樣嘅例子啦。權力需求同埋控制欲，一啲人咧好渴望通過控制其他人嚟到獲取優勢同埋支配嘅地位。貶低其他人咧就係令到你相信你自己係弱者，然後佢就控制你。咁咧係呢一個咧係造成一個佢可以喺社會地位嘅一種手段嚟嘅。另外咧就係社會地位嘅焦慮，因為呢類人咧就會好擔心自己喺社交圈中嘅地位，佢哋會試圖話俾人聽活動咧有佢哋先至開心嘅，去提升自己嘅地位。綜合以上幾種嘅心理因素咧，我哋可以睇到呢類人咧內心其實係存在一啲好複雜嘅需求，好嚴重嘅缺失。佢哋試圖咧通過貶低其他人咧嚟到彌補自己嘅不足。呢啲行為咧模式咧唔單止係會影響人際關係，亦都表明咗佢內心咧真係有好大嘅心理問題。呢啲心理因素咧同呢個行為咧係有一定嘅關聯性嘅。
相互之間咧，往往咧有好相關嘅影響咧，同埋交織。如果你見到有一個人咧，經常自抬身價啊，譬如講佢揀親嘅嘢都係好㗎，啊佢自己有幾聰明啊，佢自己有機智啊，啊你咧一定要跟我個做法咧，咁樣咧就絕對正確啦。你唔跟我咧，你就衰緊嘅。有啲人咧，經常喺IG 啊、Facebook 啊，哇，成日就 post 啲相啊咁樣，亦都過度在意人哋嘅評價啊，要留意啦，呢啲咧就好可能係嗰啲好脆弱嘅自戀型嘅人，佢係要用掩飾佢不安全感嘅行為，要話俾大家聽啊，佢生活得好好啦，當其他人點讚嘅時候咧，認可佢嘅生活方式嘅時候咧，佢就會催眠自己啊，麻醉自己，同自己講嗱，你睇下，我真係冇揀錯㗎，我嘅生活真係好好㗎，幾多人羨慕，係咪？大家可以留意下，真係覺得好嘅朋友咧，佢哋唔會咁樣每日出咁多 post 去俾朋友睇嘅，佢唔需要喺呢一方面得到大家嘅認同。第二就係佢會顧及一啲唔可以有咁樣嘅生活水平啊，咁嘅生活方式嘅朋友嘅感受。所以頭先提過啦，呢一類人咧，佢哋只係會好自私咁樣一味諗住自己嘅需要，佢哋係唔會諗其他人嘅感受嘅嚇，佢唔會諗話所謂朋友嘅感受嘅。其實佢都冇朋友啊，其實佢所有嘅朋友佢都只係利用嘅啫。尋求自我提升啊，要強化自己嘅自尊心啊，呢個係人類咧好正常嘅現象嚟嘅，正常嘅需求嚟嘅。但係自戀者嘅自我提升咧、自我增強咧就會擺得好前，同埋咧佢哋就會用一啲有問題啦，或者係唔適當嘅方法咧去表現嘅。佢哋會表現出雙重標準啦，有陣時會自打嘴巴啦、自我中心啦，操控其他人嘅呢啲特點，呢啲行為模式咧可能會嚴重影響人際關係，令到人哋咧反感啦，或者係疏遠佢啦。其實同呢啲人要建立良好嘅關係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係需要好高度嘅耐心同埋智慧。咁以下有幾種咧，就可以大家參考下咧，點樣去應對呢啲經常中意貶低人嘅人。第一，你要保持冷靜同理性。遇到佢貶低你啊、挖苦你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嬲嚇，保持冷靜唔好激烈咁樣回應。相反，你可以用平和嘅語氣同佢講返自己嘅諗法，或者一笑置之。堅持自己嘅價值觀，即使佢貶低你嘅諗法都好啦，都要堅定自己嘅一啲底線，自己嘅價值觀，唔好因為佢講幾句佢話你唔啱咧，就改變自己嘅行為或者係想法，就捍衛自己嘅尊嚴，自己嘅選擇。只有咁樣咧，咁你先至可以防止到自己心理受到傷害，保護到自己嘅情緒。最後啦，你可以選擇疏遠同埋減少接觸。如果經過發生過好多事，呢個人都唔醒覺嘅，或者甚至乎你同佢坦言咁嘅時候咧，佢都係冇辦法改到呢啲行為嘅話咧，我就覺得咧，應該果斷咁樣疏遠呢啲人，或者係減少大家之間嘅接觸，保護好自己嘅心理同埋情感健康，遠離呢一啲咧企圖去踩低你、想控制你嘅人。另外咧，反思下自己咯。喺疏遠呢啲消極嘅人際關係嘅同時咧，我哋可以反思下自己喺人生嘅經歷裏面啦，或者成長嘅歷程裏面咧，有冇一啲需要正視要去提升嘅嘢咧，令到自己咧可以建立一個更健康嘅人際互動模式，將時間心思留喺真誠互動嘅社交圈，令自己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希望你喜歡呢個視頻，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